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萧炎四人全都选择了炼制传说中的九品玄丹。广场上的炼药师们看着天空上爆出阵阵雷鸣的能量风暴，心头满是震撼。药丹知道他们四人是在较劲，别人他不清楚，但万火长老想要炼制九品玄丹，成功率不会超过20%。炼制九品玄丹需要吸纳相当恐怖的天地能量。根据古籍记载，远古时只要有九品玄丹出世的地方，几乎是千里荒芜。药山方圆万里的天地能量虽然极其浓郁，但按照他的估计，就算将这些能量全部吸纳，想要炼制出1枚九品玄丹都有些困难，更何况他们一动手便是4枚。药丹微微摇头，他并不认为这4人中有谁能够成功炼制出九品玄丹，最后他们4人恐怕会以失败而落个平手。天空上的能量凝聚成4道巨大的龙卷风暴，风暴的一头各自连接着一尊火鼎，另一头则在拼命地吸收能量。广场周围的人都隐隐感觉到自己体内的斗气有破体而出的迹象，他们连忙暴退，生怕自己辛苦修炼的斗气被风暴吸走。3天转眼就过去了，这3天中，药山万里内的天地能量变得十分稀薄。第3天的晌午，天空上的4道龙卷风暴消散，4尊百丈庞大的火鼎弥漫着一种极为惊人的能量波动。药丹伸出手掌，在面前虚抓了一把，这方圆万里的天地能量已经被吸收殆尽。药族长老们也有些哭笑不得，他们4人药鼎中的丹药雏形才完成了一半，就因为天地能量不够，导致炼丹失败。萧炎4人睁开紧闭的双眼，眉头全都微微一皱。如果无法继续调动天地能量，光靠他们本身的斗气，显然不可能填满面前这个巨坑。万火长老苦笑着摇摇头，看来这一次依旧没人能够成功。魂虚子脸上浮现一抹古怪的笑容，他怪笑着说：“那可未必。”他的手掌猛地拍在面前的火鼎上，3道黑炎火柱化为黑洞，出现在萧炎3人的火鼎上空。恐怖的吞噬之力暴涌，将他们3人吸收的能量吞噬进黑洞之中。萧炎3人脸色瞬间阴沉，神农老人和万火长老的异火对着黑洞狠狠地撞去，但他们的阻拦并没有起到效果，甚至连自己的异火都被生生地吞噬了一些。魂虚子大笑，凭他们2人的异火想拦住虚无吞炎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他的话音刚落，脸色猛地一变，只见萧炎那边，小医面带不屑地一挥小手，粉红色火焰将黑洞团团包围，虚无吞炎的吞噬之力瞬间被小医的净化之力消融。萧炎微微一笑，大声感谢魂虚子馈赠的异火能量。魂虚子没想到自己不仅没能在萧炎那里吞噬到能量，反而还损失了一道紫火。他收回打萧炎主意的心思，专心吞噬另外2人的能量。随着越来越多的能量灌注，他火鼎中的丹药雏形开始有着要成型的趋势。就在魂虚子一脸喜色时，一道粉红火芒突然慢悠悠地晃了过来。小医站在他的火鼎上，先是冲着他不屑地一撇嘴，而后一巴掌拍飞鼎盖，最后在魂虚子呆滞的目光中，小医一把抱住还未成型的丹药雏形，一溜烟的就跑了出去。魂虚子回过神后，暴跳如雷地喊着找死。这戏剧化的一幕不仅让魂虚子气得要死，萧炎本人也是一脸的愕然。显然小医的行为跟他没有半点关系，全是他自己的主张。药丹和药族的长老们目光错愕，片刻后他们全是一副想笑又紧紧憋住的滑稽模样。谁都没想到萧炎的异火之灵竟然如此极品，魂虚子只是抢夺他们的一些能量，小医竟然直接冲进人家的火鼎中抱走出丹。药老笑骂萧炎果然是不走寻常路。小医出现在萧炎面前，肉嘟嘟的小脸冲着他嘿嘿地笑了笑，他的双手抱着一个比他身子还要大上1分的光团，光团中隐隐能够看见一个宛如胎儿般模样的丹药雏形。魂虚子满脸阴森，他连自己辛辛苦苦炼制的雏丹模样都还没见到，就被小医给摸走。今日他必要将萧炎碎尸万段。魂虚子心头的愤怒已经无法用言语形容，铺天盖地的黑炎化为一头火龙，疯狂奔向萧炎。黑炎火龙刚动身，一片绿色的火海如同藤蔓一般缠绕住它。突如其来的攻击并未对火龙造成什么伤害，但也将它牵制了下来。神农老人对于魂虚子这种虚伪叛师之徒十分看不起，
若不是他没有那么强的能力，简直恨不得将魂须子从世间抹除，免得他活在世上丢炼药师的脸。魂须子大手一握，黑炎火龙想将绿色火海尽数吞入体内，一道淡黑色的龙卷风暴将黑炎火龙直接撞飞。再次受到阻碍，魂须子的脸色极其可怕，他吃人般的眼神看向万火长老，问他药族可是想跟魂族为敌。万火长老讥讽地说，较量之间并无种族之分，难道只准他先前对自己动手，就不准他出手不成？简直是可笑至极。魂须子怒极反笑，黑炎火龙直接将九幽风炎死死缠住。远处的萧炎望着那战成一团的三大异火，有些诧异，神农老人和万火长老竟然会出手帮他一把，看来那魂须子的确是极其惹人厌。萧炎将心神回到面前的除丹上，夺取别人除丹的能量，对于寻常炼药师来说根本不可取，因为两种丹药不同，其中的药性也不一样，若是胡乱掺在一起，反而会让炼丹以失败告终。但萧炎并没有这种顾虑，不管什么东西，只要进入小医体内，都会被化为最精纯的能量。小医将从魂须子那里抱来的除丹吞入体内，随着他身形的膨胀，他体内的光团化为一道巨大光柱，射进火鼎中。魂须子的眼睛瞬间血红，他的身形直接进入黑炎火龙，火龙力量暴涨，很快就将绿色火海和黑色龙卷风生生爆得散开。望着杀气腾腾而来的魂须子，北王闪现在萧炎身边。在北王拖延住魂须子时，小医体内的光团化为无形，其中的能量也被尽数投入火鼎，但仅仅魂须子除丹的能量依旧不够。就在萧炎再度为能量头痛时，神农老人将他的除丹射向小医，他的除丹已经被魂须子打乱了药性，今日他便当是送萧炎一场造化。不过究竟能否炼制出他毕生所求的九品玄丹，就看萧炎的机缘了。萧炎大喜，冲着神农老人抱拳感谢。一旁的万火长老迟疑了一下，最终他也将自己药鼎中的除丹取出，甩向萧炎。他已经有数百年未曾见到九品玄丹出世，这一次就当是给他自己开开眼界吧。萧炎心中顿时对万火长老好感拉满，他双拳一抱，而后直接将2枚除丹打入小医体内，2道浩瀚的光柱射进药鼎之中，火鼎中涌动的液体能量迅速消融，一个细小的光点缓缓涌现，天空上瞬间乌云密布，毁灭般的黑色雷霆在云层中飞快穿梭。不少人一脸骇然，这是他们生平第一次看见如此恐怖的丹雷。萧炎袖袍一挥，火鼎顶盖自动掀翻，一股化不开的药香蔓延，最后凝聚成一颗颗色泽不同的珠粒，密密麻麻的珠粒从天而降，宛如一场盛大的丹雨。萧炎一脸狂喜，他也听说过丹雨降玄丹出，但这还是他第一次亲眼见到这般奇景。萧炎这次炼丹的确有一些幸运的成分在里面，魂须子3人的除丹经过小医的净化，绝大部分都化为了精纯的能量，但还是有一些残留的药性。这些药性在经过妖火的猛烈炼制后，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，而这些变化正好弥补了除丹中某些不完美的东西，最后在种种巧合之下炼丹成功。天空上雷云翻涌，一道光柱从火鼎中爆冲天际，插入雷云之中，一道道黑色雷霆密密麻麻地缠绕上那道光柱，而后狠狠地轰向光柱中的光团。九品玄丹不同于其他的丹药，必须要它自己经过雷劫才能够变得完美，破胎而出。雷云狂轰猛炸了数十分钟，才有减弱的趋势。光团爆开时，惊人的药香味在天空上弥漫，最后凝聚成种种草药的样子遍布天空。就在众人因为天空上的异象失神时，一道光彩宛如闪电般朝着药山外迅速飞去。眼看玄丹要跑，萧炎背后的青红古翼一震，他来到光彩前面，直接一记黄泉掌拍了过去。巨大的能量掌印将玄丹身体表面的光芒震散，一道楚楚可怜的倩影出现，他可怜巴巴地望向萧炎。萧炎轻轻一笑，丹药可没有什么性别之分，九品玄丹刚出世便知道使用这般方法来迷惑人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萧炎一指点在女子额头上，一道灵魂印记浮现，而后他的娇躯一颤，化为1枚浑圆的丹药。
萧炎在玉瓶上设置了好几层灵魂封印，才将九品玄丹放进去。萧炎收回还在和魂虚子大战的北王，而后冲着他们三人拱手，多谢他们的馈赠。魂虚子脸上一阵抽搐，他没想到自己辛辛苦苦，最后却是为萧炎做了嫁衣。神农老人笑着说，这炼药界中怕是无人能和萧炎相比，大陆第一炼药师之名，萧炎当之无愧。药祖的长老们脸色十分复杂，早知药尘如此了得，当年他们就不该任由药万归胡来。萧炎看向席位上的药丹，说他这次前来还有一事相求。药丹轻叹了一口气，他当然知道萧炎想说什么，他的视线转向药老。从今日来看，或许药尘才是药族中最杰出的天才，宗族悲伤便随他去。药老手掌颤抖，他这一生的夙愿终于在今日实现。就在萧炎松了一口气时，魂虚子突然面色诡异地说，他今日也有一事相求。他舔了舔嘴唇，说想要暂借药族手中的驼舍古地狱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讲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